金銀島，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第3部分，我的陸地冒險。第13章，我的陸地冒險是如何開始的？第2天早上，我上到甲板時，島嶼的景象已經完全不同了。雖然微風已經完全停息，但我們在夜裡航行了很遠，現在停在離東南海岸大約半英里的地方。那裡的地勢很低，大部分地表都被灰色的森林覆蓋着。這種單調的顏色不時被低窪處的黃色沙灘和高處的許多高大松樹打斷。這些松樹有些是孤零零的，有些則聚成小樹林的，但島嶼的整體色調是統一而陰沉的。山丘從植被中乾淨利落地冒出來，形成一個個光禿禿的岩石塔樓，它們都有着奇怪的形狀。而那座被稱為望遠鏡山的山，比其他山高出300-400英尺，形狀也最為奇特。它四面都非常陡峭，直到頂部突然被切斷，就像一個等待雕像的底座。伊斯帕尼奧拉號搖晃着，船舷的排水孔都進入了水中，帆橫使勁拉扯着滑輪，船舵左右搖擺，整艘船吱吱嘎嘎，像一個工廠一樣。我不得不緊緊抓住一根後支索，眼前天旋地轉。因為雖然我在船航行時是個不錯的海員，但像這樣停着不動，像瓶子一樣搖晃，我總是受不了，會感到有些不適，尤其是在早上，肚子空空的時候。也許是這個原因，也許是島嶼的樣子，它那灰色憂鬱的森林，它那石頭塔樓，還有我們既能看見又能聽見的拍打着陡峭海岸的浪濤聲。總之，雖然陽光炙熱，海邊的鳥兒在我們周圍聒噪地捕食，而且看起來，任何人在海上航行了那麼久之後，都會渴望上岸。但我的心卻像俗話說的，沉到了谷底。從那一刻起，我就討厭金銀島這個念頭了。一個辛苦的上午在等着我們，因為一絲風也沒有，我們只好放下小船，讓水手們划船，把大船拖行3-4英里，繞過島嶼的海角，然後沿着一條狹窄的通道向上行駛，到達骷髏島的停船處。我自告奮勇地登上一艘小船，當然，我在那裡無事可做。天氣悶熱難當，水手們一邊幹活，一邊兇狠地抱怨着。安德森負責指揮我的小船，但他非但沒有維持船員的秩序，反而比誰都抱怨得厲害。好吧，他罵了一句，說道，這種情況不會一直這樣下去。我認為這是一個不祥之兆，因為直到那天，船員們都迅速而愉快地完成了他們的任務。但是，僅僅是看到島嶼就讓紀律的紐帶鬆懈了。在整個拖船過程中，長約翰一直站在舵手旁邊，指引着船只的方向。他對這條通道了如指掌。雖然負責探測水深的人到處都發現水比地圖上標示的要深，但約翰沒有絲毫猶豫。因為退潮，水流很急，他說，這條通道可以說好像是用鏟子挖出來的。我們正好在地圖上標有毛形記號的地方拋錨，離兩邊的海岸線大約1/3英里，一邊是主島，另一邊是骷髏島，海底是乾淨的沙子。我們拋錨時濺起的水花驚起了一群群鳥兒，它們開始在森林上空盤旋鳴叫。但是不到1分鐘，它們又落了下來，周圍又恢復了寂靜。這個地方四面環路，深藏在森林之中，樹木一直長到潮水漲到的最高處，大部分海灘都很平坦，遠處山丘的頂峰環繞着，形成一個圓形劇場般的景象。兩條小溪，或者更確切地說，是2片沼澤，匯入了這個池塘，如果可以這麼稱呼它的話。島嶼那部分的樹葉呈現出一種近乎有毒的光澤。從船上
我們看不到任何房子或柵欄的蹤影，因為它們都被樹木完全遮蔽了。如果不是因為有地圖，人們可能會以為我們是自從這座島嶼從海中升起以來第一批在這裡拋錨的人。一絲風也沒有，除了半英里外海灘和懸崖上傳來的浪濤聲，再沒有其他聲音。停船處彌漫着一種奇特的停滯氣味，一種濕透的樹葉和腐爛的樹幹的氣味。我看到醫生一次又一次地嗅着空氣，就像在聞一個壞掉的雞蛋一樣。我不知道這裡有沒有寶藏，他說，但我敢拿我的假髮打賭，這裡肯定會有熱病。如果說水手們在小船上的行為已經令人擔憂，那麼當他們回到船上時，情況就變得真正具有威脅性了。他們在甲板上三五成群，低聲抱怨和交談着。即使是最簡單的命令也會受到不友好的目光，然後才會被不情願的馬虎地執行。甚至忠誠的水手也一定受到了感染，因為船上沒有人能夠糾正同伴的行為，叛變像一片烏雲一樣清晰地籠罩着我們。不僅僅是我們這些船艙裡的人意識到了危險，常約翰忙着從一群人走到另一群人，不停地說些好話。在待人接物方面，沒有誰能比他做得更好。可以說，他在殷勤和友善方面超越了自己。他對船上的每一個人都面帶微笑。如果有命令下達，約翰會立刻站起來，拄着拐杖，用世界上最愉快的好的，先生來回應。如果沒有其他事情可做，他會一首接一首地唱歌，好像想掩蓋其他人的不滿。在那個陰沉的下午，所有陰暗的景象中，常約翰表現出來的明顯焦慮是最令人不安的。我們在船艙裡開了一個會。先生，船長說，如果我在冒險下達一個命令，整艘船的人都會起來反對我們。您看，先生，情況是這樣的，我下達一個命令，他們就惡聲惡氣地回答我，不是嗎？好吧，如果我反駁他們，騷動就會開始。但是，如果我不這樣做，希爾弗會懷疑有什麼不對勁，我們就會暴露。現在，我們只剩下一個人可以信任了。是誰？鄉紳問道。是希爾弗，先生，船長回答說，他和您我一樣希望事情平靜下來。他們之間有矛盾，如果有機會，他會毫不猶豫地安撫他們。我打算給他這個機會，讓水手們在陸地上休息一個下午。如果他們都下去，我們就可以控制這艘船。如果沒有人下去，那麼我們就堅守在船艙裡，願上帝保佑好人。如果他們中的一些人同意下船，我向您保證，希尔弗會把他們帶回來，像小羊羔一樣聽話。就這樣決定了。我們這邊所有的人都拿了裝滿子彈的手槍。我們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亨特、喬伊斯和雷德魯斯。他們接受這個消息時，比我們預想的要平靜和鎮定得多。然後船長走到甲板上，對水手們說了一番話。夥計們，他對他們說，今天天氣很熱，我們都很累，心情也不好，到陸地上散散步對大家都有好處。小船還放着，所以你們可以乘小船去，想去的人都可以去陸地上度過下午。太陽下山前半小時，我會鳴炮通知你們。我想那些傻瓜以為他們一下船就能碰到半埋着的寶藏，因為他們的臉上立刻露出了笑容，發出了一聲歡呼。遠處的一座山丘也傳來了回聲，再次嚇得鳥兒飛上天空，在停船處周圍聒噪地叫着。船長很聰明，沒有留在眾人視線之內，而是立刻離開了，讓希爾弗負責準備工作。我想這樣做是幸運的。如果他留在甲板上，他就不可能繼續假裝不知道情況，因為情況已經昭然若揭了。希爾弗是船長，他手下有一批叛亂分子，
忠誠的水手，我很快就會發現船上確實有這樣的人，一定是非常愚蠢的人。或者，我認為事實是，由於領導者的影響，所有的水手都不滿意，只是有些人更不滿意而已。而另一些人是好人，不願意被別人牽着鼻子走。閒着沒事，心情不好是一回事，但控制一艘船並謀殺一些無辜的人，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儘管如此，下船的隊伍最終還是安排好了，6個人留在船上，包括希爾弗在內的其餘13個水手開始登上小船。就在那時，我腦海裡閃過了第一個瘋狂的念頭，這個念頭對我們的最終得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希爾弗留下6個人在船上，我們肯定不可能控制這艘船。而且，既然只有6個人留下，船艙裡的人也不需要我的幫助。我立刻想到下船，我迅速地滑下船舷，蹲在離我最近的小船的船頭。幾乎在同一時刻，小船開始向海灘划去。沒有人注意到我，只有船頭的槳手對我說：“是你嗎，吉姆？低下頭。”但是希爾弗從另一艘小船上銳利地看着我們的小船，問是不是我在裡面。從那一刻起，我開始後悔我所做的事情。2艘小船上的水手都奮力想第一個到達陸地，但是因為我所在的小船已經有了一定的優勢，而且它更輕，水手也更好，所以他把他的同伴甩在了後面。當希爾弗和其他人離海岸還有100碼遠的時候，我們的船頭已經觸碰到了岸邊的樹木，而我呢，抓住一根樹枝，離開了小船，落在一個小樹林裡。吉姆，吉姆，我聽到希爾弗喊道。但是你們可以想見，我根本沒有理會他。我跳着，躲避着樹枝，在茂密的樹林中開闢道路，徑直向前跑去，直到我跑不動了，才停了下來。